大家好，我是情色刺青师阿信。这期影片我要帮助你度过新手刺青师创业初期的窘境，我会提供给你几个建议，同时在影片的最后我会公布一个好消息。其实不只是你们，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刺青师，我们都经历过这一段艰困的时期。那我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的呢？请你先跟我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很多新手刺青师问我的问题都是：客人不喜欢我的作品怎么办？没有客人来预约刺青怎么办？我已经1个礼拜没有收入了怎么办？我觉得思考问题的角度很重要。你应该思考的不是怎么办，而是该怎么做。这时你就会发现问题真正的核心在哪里。你可以换成思考下列的问题：我该怎么做来让自己的作品更进步？我该怎么让更多人看到我的作品？我该怎么让更多客人来找我刺青？以下我有几个建议分享给大家。第一点，不断的画图。在没有什么人认识你，你的作品品质也还不稳定的阶段，当天如果没有客人的时候，就努力画图吧。这么做有2个好处，第一个优点就是不浪费任何练习的机会，尤其是直线、弧线以及圆形的线条，因为割线的稳定度是必须靠着不断的练习去堆积肌肉的记忆。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就是你可能休了1个礼拜的长假，等你休完假回到工作岗位刺第一个客人的时候，不管割线和打雾怎么样就是不顺，始终找不到手感，因为你的肌肉忘记该如何割线与打雾了，所以才会有一句成语叫做熟能生巧。你花费时间与心力练习的成果是绝对不会背叛你的，时间花在哪里，成果就在哪里。以我自己为例子，虽然我1个月通常只有休2到3天，但是即便我休假了，我还是会拿一张空白的 A4 纸，上面画满各种横的、竖的直线以及弧线。对我来说，刺青这个技能就好比江湖侠客的刀剑，我们都是仰赖它生活、靠它吃饭的。如果你不每天仔细的把它砥砺磨亮，有一天当其他人的剑比你锋利，刀比你更坚硬的时候，就是你被淘汰的时候。第2个优点就是累积认领图的数量。既然都已经没有安排客人了，那你是不是更应该把宝贵的时间拿来变现，而不是花在吃喝玩乐之上呢？认领图就是一个非常容易变现的工具，因为认领图通常都有着明码价以及完整的图稿，客人可以省下讨论与访价的时间，还有他想象的空间，所以认领图的接受度通常蛮高的。而且认领图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建立你的客群最好的工具。认领图代表着你可以刺你想刺的东西。当你画出你自己喜欢的认领稿，而且真的有客人前来认领的时候，那么我要恭喜你，这个人就是你要的客群，因为他是喜欢这一张认领图而来，而他喜欢的这张认领图正是你喜欢画的主题。这说明了一件事情，你的作品风格就是他的菜，他就是你稳定客源中的一员。没有什么方式是比画认领图更能建立你基础客群的了。同时，你也可以透过设计各种风格的认领图来试探哪一种风格的图案设计更受刺青消费者的欢迎。说了这么多认领图的好处，你等一下看完影片的时候还不去画图吗？第2，不要让自己的作品变得廉价。在上集我曾经简短描述过降价优惠可能会导致的恶性循环，没看过的朋友请记得点右上角进去看。但是有一件事情与主动降价促销比较起来，会伤害你的程度完全是小巫见大巫。到底是什么事情对你的职业生涯影响会这么深呢？那就是你接受客人的杀价。以下就让我用场景来示范一下。刺半甲多少钱啊？钱不是问题啦，好看就好了。你要的话，好啦，半甲25000啦，帮你刺到好，你看要不要？可不可以再算便宜一点？我是那个谁谁谁介绍过来的啊，恁那个隔壁老陈因离旧的3职工的大姆的孙啊，的孙，搁因隔壁班的同学，甲伊做伙上班的迄个因妻啊，的姊妹啊看，斗阵的，旁边的，厝内的，迄个阿姊啊，我甲伊足熟的啦，伊介绍来的啦。大家交个朋友嘛，我还有很多朋友想刺青呢，你算我便宜一点，我把他们全部都介绍过来。我现在生意还不是很稳定，半甲一边25000，好像有点太贵了。再便宜好像没什么利润了，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工作了。不然，好吧，赚10元跟赚5元一样都是赚，不要跟钱过不去。
好啦，我就当做交个朋友，2万啦。无啦，这样太没意思了啦！啊，无大家甲归去的啦，3万，我一次付清，吃2边，看你要不要？大家交个朋友，看你要不要接啦。可恶，没有想到他会来这一招，你赢我。可是我刚好没有钱了，怎么办？月底要缴贷款了，怎么办？没事，前辈他们说的话，我全部都遇到了，我还以为是网络笑话而已，连台词都一模一样。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你可以在底下的留言处告诉我你会怎么做。同时，请帮我的影片点赞以及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这样子你才不会错过我为你准备的内容分享，你就能大幅度减少自己撞破头摸索的时间。回到主题，你一旦接受这样子的杀价方式，就等于告诉客人了3件事情。第一，你承认你技术与服务根本不值得你原本的定价，而你也让自己的信用贬值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等于告诉顾客，你原先的定价并不是你设定的真实价格，你或许是为了保留被杀价的空间而抬高你原先的报价。如果客人没有杀价，是不是就赚到这额外的利润空间了呢？第二，你等于昭告天下所有的客人，只要来你店里面刺青，一定要记得跟你杀价。反正他们认定你的作品一定不值得这个最一开始的报价，而且你一定跟那些销售员一样，为了应付他们的杀价而开出比较高的报价。那他们怎么可能不要求杀价？杀啊，哪一次不杀？第三，你知道吗？大部分的客人会跟你杀价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认为你的作品不值得这个价钱，而是他们只是想要比价，想要找一间最便宜的刺青店。你即使答应了他的杀价，他也不一定真的就会来找你刺，而他也会拿你的报价去跟其他刺青店比价。这时在其他同业眼中，你就成了削价竞争的那一个人。你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利润，甚至有可能在同业之间臭名远播，你也因此失去了许多求教以及交流的资源。就算客人真的因为你接受杀价来找你刺，你真的能不计成本的创作一幅超高 CP 值的作品吗？而且客人这个时候未必真的会因为杀价成功而开心，他可能反而会觉得，你既然接受这样子的价钱，那为什么一开始你还要刻意抬高报价呢？那他如果没有跟你杀价，不就被当盘子了吗？这个时候你就可能会被归类在不老实的生意人。而假设他的朋友也真的想要找你刺青的时候，他可能只会告诉他朋友2句话：这个人做生意不老实，你记得要跟他杀价，或者是他可以杀价，你就看大包的概化了。从此以后，你只要应付这些人就够了。你还有心思与时间努力让自己的作品更进步吗？我明白，我也能体会创业初期那种对于未来充满不确定的恐惧。我了解入不敷出的痛苦，因为我和你一样，我经历过。但是你还是必须撑过这段阵痛期，才有可能完成你的梦想。除了上述的努力画认领图之外，我建议你，假设你的客人都是预约晚上刺青比较多，那你也可以白天找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让这一份稳定的收入帮助你一步步完成梦想。或者是你也可以和我一样，开始试着提高自己的曝光度。在我创业初期客群还不稳定的时候，我曾经去尝试着帮朋友直播拍卖水产。后来在因缘际会之下，我也开始从事拍戏的工作，从网络平台影集到电影，从固定角色演到配角。虽然并没有因此大红大紫，但是我也透过这些额外兼差的工作，为自己带来不少的流量，也让更多人认识我，同时增加我自己作品的曝光度。或许你可能无法像我一样幸运地接触到影剧工作，但是你可以透过经营自己的自媒体，例如 IG、TikTok、YouTube 都是很不错的引流工具。那有人会问了，我只是想做好刺青，为什么我要增加自己的曝光度呢？不是只要作品够好就会有客人来吗？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口碑与客群的长久基础是建立在作品的品质之上。但是在现今网络世代发达的情况下，你的作品即使再好，没有曝光度，也无法吸引流量与变现。我强烈建议大家，除了花费时间精进自己的作品之外，更要利用时间学习如何经营品牌与营销。因为你是贩卖个人技术的工匠，所以你更需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品牌，去增加自己作品的附加价值。不论是开设属于你作品的粉丝专页，或者是 IG， 或者是最基本的为你的工作室设计一个 logo， 目的在于让第一眼看到你作品或者打算跟你询价的客人，对你产生专业度的信任以及辨识度。看到这边，你可能会觉得你刺的作品还不够好，
经营个人品牌或是在作品放上 logo， 可能有点不自在，可能怕被笑或者是被攻击。但是请让我告诉你一句话，当你愿意把这一部影片看到这里，就代表你真的努力想要进步，那我相信你未来一定会有所突破。所以你更应该趁现在就开始经营你的个人品牌，让更多潜在的客户对你留下印象。我知道这样会很累，因为我也经历过，但是就如同刺青的过程必须忍受的痛苦一样，这也是你必须面对的课题。我希望你闭上眼睛，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为了你的梦想，你愿意付出多少努力与牺牲？请你在下方留言处告诉我你的答案。而我也要向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为了感谢正在观看影片的你们的支持，以及提供更有效的帮助，我决定从这个月开始，不定期的开启 YouTube 线上直播，来回答大家的各种问题。无论你是新手刺青师，或是你想要刺青却还有不懂的地方的刺青课，我会利用直播的时间，尽其所能帮助大家，而且是毫无保留的回答。目前这个月的第一次直播时间暂定为4月26号礼拜二的晚上7点，也就是大家看到这一期影片的隔天晚上7点准时开播。未来直播的日期我也都会提前公布在我的 YouTube 社群。痛一下子，帅一辈子。我是情色刺青师信，我们下礼拜见，拜。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ain.